这一看，这辆货车突然从路边冲了出来，看见情况不对的 NPC 纷纷停车，但还是没能躲过这无妄之灾。两人硬扛了一招老哥的掐头去尾，当场短了一截，老哥却是没做丝毫停留，如此嚣张，让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是什么情况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 FHP 佛罗里达高速公路巡逻队联合阿拉楚阿县警长办公室的阿 Sir 正在追捕一辆被人宁愿购的货车。这辆车在坦帕地区被盗，一路狂飙160公里，而这么长时间都没被阿 Sir 拿下。对此局长也是极为愤怒，于是加大了追击的力度，务必要在天黑之前将老哥拿下。跑得好好的，老哥突然下高速，由于路太窄，几位阿 Sir 被挤出了队伍，当场下班，叫剩下的这群阿 Sir 好生羡慕。这一队充电器里面还混了一辆挑战者，瞧瞧这涂装和爆闪的氛围灯，不仅帅到没边，还给人十足的压迫感。试想后视镜里面如果真的出现这个家伙，恐怕连踩油门都需要勇气。不信你们看看评论区里的那些现场怪怎么说。就在所有人都在摸鱼之际，老哥突然开始发力，这看似普通的一个右转，实则是在逆行。这一波操作让身后的一队氛围灯纷纷掉头，只跟了一辆道奇充电器确定老哥的行踪。难怪跑了这么久都没被阿 Sir 给截停，这老哥经验丰富，有一套自己的打法。此时正值晚高峰，如果大部队跟上老哥，极有可能造成严重的拥堵。现在这一队阿 Sir 被迫掉头绕行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能够抄近路去到老哥前方。而为了万无一失，阿 Sir 还喊来了更多的队友进行增援。好家伙，仅对付一位老哥便发动了群狼战术，看来局长亲自发话果然有效。此时这位赶来支援的阿 Sir 已经来到老哥前方，但看着这卡车来势汹汹的样子，阿 Sir 也只能停车目送老哥离开。说来也是，一个月才几个钱，玩什么命啊？这要是被撞一下，还不得青一块紫一块。而逆行这一招让老哥尝到了甜头，经过前方路口时，他再次去到对面车道走 NPC 的路，而去到对面的老哥刚想开始全速怕什么怕，却发现车流太多，体验实在太差，继续跑下去也甩不掉阿 Sir， 只能作罢。而看着老哥这辆车的块头如此之大，道奇充电器不声不响的选择了默默退下。接下来就是大块头之间的较量了。老哥所驾驶的是一辆50铃轻型厢式货车，这款车搭载 5.2 升涡轮增压4缸柴油发动机，最大马力190。而阿 Sir 这边出动的是雪佛兰太浩和福特 F150皮卡。周瑾所驾驶的两款轿车已经变成了后援，毕竟大肉之间的较量，有混个刺客在里面容易伤及无辜。别催了，看完车型我们来看战力表。好，5星巅峰，是不是在你的意料之中？果真是印证了那句在佛罗里达你可以不活，但不能没活。而当老哥再次打开色盲模式，越过这一群 NPC 时，经验丰富的阿 Sir 敏锐地发现了机会，趁着前方没车，一脚油门上去就是一个贴贴，这一下十分果断，完成的也是相当漂亮。但老哥的车身太重，只是摇摇晃摇便再次被老哥掌控。眼看贴贴并不是毫无作用，阿 Sir 缩短距离，开始伺机而动。而被贴贴过一次，老哥意识到这群阿 Sir 的实力不容小觑，于是走位尽可能的贴近 NPC， 让阿 Sir 找不到下手的机会。不得不说，这老哥确实是经验丰富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事儿应该不是第一次干。而这么大个家伙在他手上还能如此灵活，这车技也确实是叫人没话说。而就在阿 Sir 发现前方又一次有动手的机会时，老哥突然一脚刹车，封住走位，一套操作打乱了阿 Sir 的节奏。稍作调整后，阿 Sir 便再次找到机会，一脚油门上前，却是被老哥再次封住走位。但刹车已经来不及，只能试一下大力出奇迹，硬生生的将老哥从路上挤进了停车场。好消息，这一波力量的比拼阿 Sir 没输；坏消息，老哥也没输，就是不知道一会儿吃完饭来开车的 NPC 会怎么想。而在这波较量之中，阿 Sir 落后了一大截，保险杠也卡进了车底，无法再继续的他只能遗憾退赛，呼叫队友前来补位。老哥刚从停车场绕出来，两位阿 Sir 就已经跟上，他准备乖乖去到对面车道时，却是被阿 Sir 给顶了一下。老哥是啥事没有，左右两边的车倒是伤得不轻，这阿 Sir 还想顶着保险杠硬上，但很快就被队友给制止。这想换车的想法也太明显了，这队友的一波操作下来简直是稀碎。神器小鹿子母背才叫真到位，保后两长随意搭配，一床管1年，4季都能睡，省得你来回换背，又占地方又长霉。春秋盖母背，金轮填充，蓬蓬软软，轻盈又保暖。夏天换上添加10%聚乳酸纤维的子背，自带透气微孔，凉滑不闷汗。冬天
天拿捏赢了就合体，腹背虚热，子背排湿，睡着暖和又不闷汗。还有它的远红外发热面料，躺下就暖，内里3维螺旋结构，把热量牢牢锁住，配上磨毛工艺，贴身柔软还不漏风，拉链是一体式，怎么翻身都不会跑背，还是 A 类的7A 级抗菌面料，敏感肌也能裸睡，脏了直接扔洗衣机。以前东贝动辄上千，用一季就报废，小路4季通用，性价比没得说。现在双11评论区领券直接最低价，还送运费险，2年质量问题免费换新，大家快冲！现在已经有2位阿 Sir 被淘汰，也有2位 NPC 的车被破坏。有意思的是，这4台车都不是老哥主动撞的，2台 NPC 的车都是被阿 Sir 贴时被迫撞上的。当然，这最后都要算到老哥头上。而为了避免再次被贴，老哥直接躲到了对面车道。但此时2位阿 Sir 被淘汰的消息已经传出，这吸引了更多的阿 Sir 前来支援。3步1个队友，5步1支小队，佛罗里达的群狼战术在此刻是展现的淋漓尽致。但尽管如此，想要拿下一位半步6星开着货车的老哥，并不是靠着人多就有用的。如果不能靠贴一击制胜，那么只会有更多的队友和 NPC 遭殃。眼看这条路上出现了大空档，不想错过机会的阿 Sir 连忙加速。这右侧是一个绝佳的进攻机会，但阿 Sir 才刚靠近，老哥却是早有防备，一个强行变道，再次去到对面，给路牌都干飞了，吓得 NPC 纷纷闪躲，又一次打乱阿 Sir 的进攻节奏。该说不说，这老哥的车技和意识确实不错。眼看大路行不通，老哥便开始走小路，这一个弯转的吓得停在第1位的科迈罗瑟瑟发抖。而眼看老哥的威胁越来越大，排在第1顺位的阿 Sir 便开始强行动手，上去就是一个贴，却发现车速慢的时候根本顶不动，搞不好这车厢里面还有一车祸，也不知道是自愿的还是被自愿的。老哥再次进到了停车场，看着这一路上 NPC 的各种豪车，这下不会再有阿 Sir 来贴了吧？而老哥还没走多远，就发现前方2位阿 Sir 驾驶皮卡封住了停车场的出口，此刻用4面楚歌来形容真的是毫不为过。面对前方跃跃欲试的皮卡，老哥上去就是一个贴，这一位阿 Sir 还没登场就淘汰，而另一辆皮卡正在路边伺机而动。当老哥从绿化带离开停车场时，这位阿 Sir 终于等到了机会，在老哥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上去就是一个贴，这一下没能将老哥截停，却是击溃了老哥的心理防线。慌乱之中，汽车跑路，又被赶来支援的阿 Sir 撞了个满怀，老哥一个闪现，却又不偏不倚，刚好落在了阿 Sir 脸上。至此，这位半步6星的老哥终于落网。经过调查，老哥名叫布兰登·詹姆斯·贝克，33岁，刚刚服刑3年，刑满释放。而在摸走这辆货车之前，他还在路边抢了一位 NPC 的车，去到前女友家中，强迫他一起离开。在失败之后，老哥弃车跑路，随后才摸走了这辆货车。而由于这一次的情况极为恶劣，加上老哥又有前科，所以最终被判处了终身监禁，彻底失去了自由。但老哥表示不服，提出了上诉，并且在接下来的3年里面不断的打着官司，直到今天都没有彻底结案。而更有意思的是，这老哥待在里面的这几年并没有闲着，反而化身为了一名作家，摇身一变成为了狱中导师，帮助同样被判终身监禁的同伴，不对，同伙也不对，同行这回对了，帮他们走出阴霾和困境。最后请大家来鉴赏一下这老哥的著作。